12月前半这十几天，我都在等一封审核通过的 email， 但我收到的一直都是拒绝。这是我从零打造语言学习软体 Zero Study， 而这个月是它最接近上线的一个月，但也可以说是最漫长的一个月。那我们就来一起回顾2025年12月吧。12月初，我的插件基础功能差不多告一段落。经过1个多月的开发 ，Zero Study 已经从一个想法变成一个可以运作的产品。看着它真的跑起来，感觉有点不太真实。1个月前，我才在青年旅馆的床上开始写这个专案，而现在这个登入流程已经完成了，自动部署也设置好了，金流也已经研究好要怎么去处理，万事俱备，只差审核通过就可以开始封测。我满怀期待的把插件上传到 Chrome Web Store， 等待它的审核。几天后 ，email 来了，我心跳加速，点开一看，被拒了。原因是权限的问题，我申请的权限比实际用到的还要多，所以他就不让我过。好吧，这个还算合理的理由啊，所以就乖乖的改一下就是。这一刻我才真正的感受到，我的产品能不能上线，完全掌握在 Google 审核的手里。仔细想想的话，真是细思极恐。我仔细读完审核条款，然后把一些多余的权限拿掉之后，再重新提交。心里想着，这一次总该没有问题了吧？等待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。等待审核的这段期间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控制可控的东西就好。审核会不会通过，我没有办法决定。但我可以先把其他之后需要的事情都先准备好，像是实作订阅付费的系统，还有设置系统的 email 域名、行销规划、网站的 SEO 等等，一步一步的执行。金流的部分，我本来打算使用支援台湾的 Paddle。但是 Paddle 它也是需要审核，我怕这个审核也没通过，所以我就申请了很多家的金流服务。至少在金流这部分，我还有其他的选择是可以用，不会只限于一家。那时候心里也会产生一种想法，要是这些都没有通过，那我之后要怎么办？但就先不要想这么多吧，先把能做的事情做完。星期五又收到一封 email， 我深呼吸一下，然后打开来看，又被拒了。同样的流程，不同的理由。不过我当下的感受，与其说是失望，不如说是心如止水。反正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，就把该改的东西改一改，再试一次看看吧。于是我就再次修改一些程式码，然后再度提交。周末我还是照常的过生活，跟朋友出门，然后去运动，还有做一些其他的事情。Had a good time today. Yeah, I did too. Alright, see you tonight.See you tonight. 对我自己来说，要维持内在状态的稳定，从维持生活上的平衡，也就是外在的平衡开始，就是一个最有效率的方式。到下一个星期二早上，我照常打开电脑，然后打开 email， 结果发现 Chrome Web Store 的审核居然通过了。我愣了一下，再确认一次，还真的通过了。然后我再往下滑，发现还有另外一封 email 也在同一天收到 ，Paddle 金流的审核也是一起通过了。两个等了差不多半个月的审核，居然一起同时通过。大家可能会以为我当下的感觉会很兴奋、很激动，但其实兴奋的感觉就只有看到的那一瞬间而已。接着的感受就是回归到平静，没有狂喜，只有平静的松了一口气的感觉。然后我就打开电脑继续工作。当天下午我就发了封测的公告，通知我过去的课程学员，然后建立讨论区，正式开始 beta 测试。封测开始之后，学员陆续加入，然后也给了一些反馈。我看着这些反馈，还有 Discord 里面的讯息，就及时的去修复一些 bug， 然后推出新的版本。说实在话，完成这个 MVP 之后，我身上的发条其实是有点松下来的。那种全力冲刺的僧侣模式状态，感觉慢慢消失了。经过这1个多月像云霄飞车一样的体验，我感觉体悟到了一件事情：
在你这样全力冲刺的时候，其实最兴奋的时候，往往是你快要达成这个目标的时候，那种对达到终点那一刻的期盼跟渴望，是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，也会给你源源不绝的动力。而当你真正达到那个终点的时候，反而是感觉到无限的平静。人生中我已经经历过几次这样子的体验了，所以我也开始觉得很多我们幻想中的快乐，比如说财富自由，比如说感情，各种你以为你得到之后会感觉到很幸福的东西，其实都是假象。而真正重要的其实是享受这整个过程，并写下最美好的故事。OK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在家剪了一整天的影片，感觉有点累，所以接下来我就打算到 West End， 就是一个区域附近那边的酒吧去偷偷看履历，就直接去那边走走，然后看看有没有在招募的。随着封测开始，我的僧侣模式也告一段落。接下来是一个新的阶段，在封测结束之后 ，Zero Study 在1月16号就要正式上线。而时间空下来的我，也该开始找下一份在澳洲的工作，并尝试建立一个新的生活平衡。我自己也非常期待看到我下一阶段的生活形态到底会是怎样的，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如果大家想要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，可以参考看看使用 Zero Study。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，那我们就下个月见了，拜拜。